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我是柯宁。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跟 ChatGPT 有关的内容。ChatGPT 是一个基于 OpenAI 的聊天机器人，它可以和你进行有趣的智能对话，它可以回答你提出的各种问题，或者陪你玩聊天的游戏。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在浏览器打开 ChatGPT 的时候出现 accessDenied 的错误提示，也就是1020错误，表示你没有权限访问 ChatGPT 这个网站，这呢会让你感到非常的困惑和沮丧。那么观众朋友们，您是否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又该如何解决呢？这个视频呢将为你列举所有可能出现的原因以及详细的解决办法，让你正常恢复访问 ChatGPT， 从而重新获得 ChatGPT 的乐趣。这边呢因为内容篇幅比较长，我为了怕大家觉得很乏味，所以我专门写了一下，然后直接对着这个文稿念给大家听，这样子的话也方便大家的观看。首先需要跟大家指出的是， ChatGPT 出现 accessDenied 和1020错误，其实它都是属于一个错误提示，它是表示您没有权限访问 ChatGPT。accessDenied 是英文的意思，1020是错误代码，它是同一个意思，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么这边呢可能就会有观众朋友问了，为什么我用浏览器打开 ChatGPT 会出现 accessDenied 这个提示？浏览器打开 ChatGPT 出现 accessDenied 提示可能出现的情况，我详细列举了一下，有以下几种情况。你的 IP 地址被 ChatGPT 或 OpenAI 屏蔽了，可能是因为你被怀疑滥用 ChatGPT 的服务，例如发送过多请求、使用不恰当的语言，或者试图破解 ChatGPT 的安全机制，这些行为都可能会影响 ChatGPT 或 OpenAI 的正常运行，或者违反他们的使用条款，所以他们会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服务。您使用的 VPN 服务被 ChatGPT 或 OpenAI 屏蔽了。众所周知，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它是无法使用 ChatGPT 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使用 VPN 才能正常访问 ChatGPT。可能是因为你使用了一个已知的 VPN IP 地址，或者是你的 VPN 连接节点不在 OpenAI 支持的列表中。有些人使用 VPN 来访问 ChatGPT 是为了绕过一些地理或网络限制，例如国家或地区的封锁或审查。但是有些 VPN 服务提供商也会被 ChatGPT 或 OpenAI 视为不可信或不安全的来源，所以他们会拒绝他们的请求。你的浏览器的扩展程序干扰了 ChatGPT 的功能，可能是因为你安装了一些不兼容或恶意的扩展程序，例如广告拦截器或脚本管理器。这些扩展程序可能会修改或阻止你访问 ChatGPT 网站的一些的元素功能，导致出现错误或异常。你的浏览器缓存或 cookies 有问题，可能是因为你长时间没有清理或更新浏览器。浏览器缓存或 cookies 是一些保存在你电脑上的数据文件，它可以帮助你快速加载网页或保存一些登录或偏好设置。但是如果这些数据文件过期或错误，它们可能会影响你访问 ChatGPT 网站的正常显示或功能。除了浏览器缓存或 cookies 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使用 ChatGPT 的时候可能出现的 accessDenied 的原因，例如你的 IP 地址或所在地区被 ChatGPT 或 OpenAI 屏蔽了，可能是因为你被怀疑滥用 ChatGPT 的服务，或者是你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不在 OpenAI 的支持列表中。你的账户或身份验证出现了问题，可能是因为你输入了错误的用户名或密码，或者是你的账户被暂时禁用了。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较少的可能性，例如你的网络链接不稳定或速度太慢，导致你的请求无法及时达到 ChatGPT 或 OpenAI 的服务器。网络链接是访问任何网站的基础条件，如果网络链接出现问题，例如信号弱、延迟高、中断频繁等，那么你就无法顺利的和 ChatGPT 进行对话。你的系统被病毒感染，导致你的请求被篡改或拦截，或者你的文件或文件夹被损坏或锁定。病毒是一种恶意程序，它可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潜入你的电脑，
并对你的系统造成各种危害，例如它可以修改或删除你的文件，监控或窃取你的信息，妨碍或阻止你访问的某些网站等等。你的浏览器版本过旧，导致你无法支持 ChatGPT 或 OpenAI 的最新功能或安全标准。浏览器是访问网站的工具，它需要不断的更新和优化，以适应网站和用户的需求和变化。这些可能性比较罕见，但也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如果你想排除这些可能性，你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检查你的网络链接是否稳定和快速，如果不是，尝试重启你的路由器或切换到其他网络。使用杀毒软件扫描和修复你的系统，删除任何病毒或恶意程序，更新你的浏览器到最新版本，或者使用其他更先进的浏览器。有哪些国家的 IP 地址会被 OpenAI 屏蔽，导致无法访问 ChatGPT？ 那么我这边也列举了有以下国家的 IP 地址是可能会被 OpenAI 屏蔽，导致无法访问 ChatGPT 的，比如俄罗斯、中国、朝鲜、古巴、伊朗、叙利亚、意大利。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是因为政治、法律、隐私或安全的原因被 OpenAI 禁止访问和使用 ChatGPT 的服务。除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些国家因为技术或资源的限制也无法使用 ChatGPT， 例如阿富汗、苏丹、也门等等。ChatGPT 出现 SSDAD 的原因，有一种可能是 OpenAI 怀疑我滥用服务吗？是的，根据 OpenAI 帮助中心，如果您被怀疑滥用 ChatGPT 的服务，例如发送过多的请求、使用不恰当的语言，或者试图破解 ChatGPT 的安全机制，你可能会被 OpenAI 屏蔽你的 IP 地址或登录绘画，导致出现 SSDAD 的错误提示。那么我要怎么解除这个屏蔽呢？要解除 OpenAI 的屏蔽，你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使用不同的网络链接，例如手机数据或其他公共 WiFi， 使用 VPN 服务，更换或隐藏你的 IP 地址，绕过地理或网络的限制，联系 OpenAI 的客服，说明你的问题和情况，请求解除屏蔽，使用其他聊天机器人服务，例如谷歌的 Bard 或者是微软的 NewBeing。如果是使用 VPN 访问 ChatGPT， 但 VPN 的 IP 地址被屏蔽了，请问我如何避免这个事情呢？如果你使用 VPN 访问 ChatGPT， 但 VPN 的 IP 地址被屏蔽了，你可以尝试以下几种办法：更换你的 VPN 服务提供商，选择一个更可靠和安全的 VPN， 更换你的 VPN 连接节点，选择一个更冷门或者更接近你所在地区的节点，调整你的 VPN 设置，选择一个更高级或更隐藏的加密协议端口，减少你使用 ChatGPT 的频率和时长，避免被 OpenAI 检测到异常流量。那么这边就有人问了，如果更换了 VPN 情况依然存在怎么办？这个我相信是很多朋友们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如何知道我的 VPN 提供的 IP 地址有没有被 OpenAI 屏蔽呢？如果你更换了 VPN， 但情况依然存在，你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检查你的 VPN 是否正常工作，是否能访问其他被屏蔽的网站，如 Google 或 YouTube。检查你的浏览器是否有影响 ChatGPT 功能的扩展程序，例如广告拦截器或脚本管理器。如果有，请尝试关闭或卸载它们。检查你的浏览器是否有过期或错误的缓存或 cookies。如果有，尝试清理或删除它们。检查你的浏览器连接是否稳定和快速，如果不是，尝试重启你的路由器或切换到其他网络。要知道你的 VPN 提供的 IP 地址是否被 OpenAI 屏蔽，你可以使用一些在线工具，例如 ipvoid.com 或者 iprlocation.com， 输入你的 VPN IP 地址，查看它是否在 OpenAI 支持的国家和地区的列表中。如果不在，说明你的 VPN IP 地址可能被 OpenAI 屏蔽了。那么我这边请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进入 3w.ipworld 这个网站，进入之后呢，这个最下面它会显示我的 IP 地址，我们把这一串地址复制，这里有一个 IP 黑名单检查，我们检查一下，然后再点击检查，这边呢就会显示一些信息，当然我们这边肯定是需要翻译的，我们用这个浏览器自带的翻译功能翻译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被2个站点检测为是黑名单已经被阻止了。当然我们可以选择看一下更多详细信息，比如说我们点开看详细信息，这边就有详细信息，这个 IP 地址报告为垃圾邮件和暴力攻击。这个详细的功能的话，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自己可以使用一下。那么如果我的浏览器缓存或 cookies 有问题，导致访问 ChatGPT 出现 SSDead，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的浏览器缓存或 cookies 有问题，导致访问 ChatGPT 出现 SSDead， 你可以尝试以下几种办法。首先是清理你的浏览器缓存或 cookies， 删除一些过期或错误的数据。不同的浏览器有不同的清理办法，你可以查看你的浏览器的帮助文档或设置选项，只删除你访问过的 ChatGPT 网站的缓存或 cookies， 保存其他网站的数据，这样可以避免影响你的其他网站的登录或偏好设置。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Win+R 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 cmd 命令，点击确认，在命令提示窗口输入这一串代码，并按回车键刷新 DNS 缓存数据，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或者呢，你可以使用无痕模式或隐私模式访问 ChatGPT， 这样可以避免存在任何缓存或 cookies。不同的浏览器有不同的无痕模式或隐私模式，你可以查看你的浏览器的帮助文档或设置选项。那么呢，我这边最后就跟大家总结了一下，当您使用浏览器打开 ChatGPT 服务时，出现 SSDead 这个英文提示，那么你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办法。第一点，更换你的网络链接。第二，使用 VPN 服务。当然您使用 VPN 服务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启全局模式、全局代理模式。第三，关闭或卸载影响 ChatGPT 功能的浏览器扩展程序。第四，清理或删除过期或错误的浏览器缓存或 cookies， 或者使用无痕模式或隐私模式访问 ChatGPT。第五，检查并修复你的网络链接是否稳定和快速。第六，使用杀毒软件扫描和修复你的系统。第七，更新你的浏览器到最新版本，或者使用其他更先进的浏览器。第八，使用无痕模式或隐私模式。第九，联系 OpenAI 的客服请求解除屏蔽。第10，使用其他的聊天机器人服务或者是其他的网站来访问 ChatGPT。 当然，访问 ChatGPT 时出现 SSDead 的错误是一个常见而且很麻烦的事情，它可能有多种原因和解决方法。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不要慌张，可以按照视频介绍的方法逐一尝试，相信总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恢复正常访问。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到您解答。那么也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这个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一个赞。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以帮助他们解决无法使用 ChatGPT 的问题。我是柯尼，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视频，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